1960年的春天，冷战进入了一个让美国人心惊胆战的阶段。苏联的防空导弹在天空里画出一道白线，几秒钟后，美国最神秘的侦察机 U-2化成了一团残骸，飞行员加里鲍尔斯当场被俘。全世界才第一次发现，美国竟然一直在苏联头顶偷偷拍照。这场外交危机让白宫颜面尽失。更重要的是，美国情报部门突然失明了，没有新眼睛，怎么知道苏联的核导弹部署到哪儿了？下一次试爆准备在哪儿？于是军方抛出一个听上去近乎疯狂的要求：造一架飞机，要快到把导弹甩在身后，高到让战斗机只能抬头干瞪眼。传统军工说没戏，臭鼬工厂说我们试试。就这样，一架未来感到离谱的飞机被拉上了冷战舞台。它全身漆黑，线条像一只掠过夜空的猛禽，雷达很难抓住它，导弹永远追不上它。执行了3000多次任务，却从没被击落过。这就是今天的主角 SR-71黑鸟。要理解黑鸟为什么会诞生，就得先回到1960年的那次灾难。当时的 U-2侦察机能飞到21公里的高空，在冷战初期，它简直是美国的王牌。苏联雷达看得见却打不着，飞行员开玩笑说在云彩上骑车，拍回来的胶片能看清导弹井的盖子。可随着苏联的防空导弹登场，这种高空神话迅速破灭。1960年5月1日，鲍尔斯驾驶的 U-2在苏联上空被 S-75导弹一举击落。那枚导弹飞了不到1分钟，直接把美国情报的遮羞布撕成碎片。这一下美国傻眼了， U-2能飞得高，但速度慢，雷达锁定后就像靶子，冷战情报一旦失去，简直就是战略失明。情报部门急得拍桌子，我们需要新的侦察机，而且要快得离谱，高得不可思议。目标是2个字：无解。不管你有多少导弹，多少战斗机，都追不上。这道近乎不可能完成的需求被丢给了洛克希德的臭鼬工厂。凯利·约翰逊接下任务的时候，脑子里只有一句话：如果高度不再安全，那就用速度把天空彻底锁死。SR-71的故事从这里拉开了帷幕。如果说 U-2的优势是飞得高，那 SR-71的哲学只有一句话：快到谁都抓不住你。它的速度能达到马赫 3.2， 差不多是每小时3500公里。换句话说，从北京飞到上海只需要半个小时。直到今天，这个世界纪录依然没有被正式打破。高度呢，超过85000英尺，也就是26公里。普通的民航客机飞在1万米，它再往上飞1倍还多。飞行员俯视大地，已经能清楚看到地球的弧线。为了实现这种极限，美国人动了真格。机身85%的结构用的是钛合金，一种坚硬耐高温的金属。可当时美国根本没有那么多钛矿，结果情报机构只能通过一系列空壳公司，从苏联自己手里偷偷买来原料。冷战对手居然成了造黑鸟的幕后供货商，听上去简直像个笑话。再看发动机 ，SR-71用的是普惠 G58发动机，它有点像双重身份。起飞时，它是一台普通的喷气发动机，可一旦进入高速巡航，它就会变身成半个冲压发动机，把气流直接压进燃烧室，越飞越快。飞行员形容，推油门的感觉就像整个飞机在贪婪地吞噬空气。细节更有意思，因为飞得太快，整个机身在高空会因为摩擦升温到300-400度，金属结构膨胀。为了防止热胀冷缩把机体挤裂，工程师在地面故意留了缝隙，结果就是只要 SR-71还没升温，机身各处就会漏油。黑鸟每次停在跑道上，机身下总是滴答燃油，只有在高速飞行时，缝隙被热量撑紧，油路才真正密封。飞行员的装备也完全不像普通机组，他们穿的是类似宇航员的压力服，因为在26公里的高空，空气稀薄到一旦失压，几秒钟就会昏迷。飞行任务就像一场短暂的太空之旅。所以 SR-71的设计逻辑很简单，不跟你玩机动，也不跟你拼火力，它靠的是极限的速度与高度，只要油门推到底，世界上没人能碰到它。SR-71上天之后，美国情报部门总算松了一口气，它就像一只黑色的幽灵，专门出没在最危险的天空。它的主要舞台首先是苏联。冷战高峰期，苏联发射了上千枚导弹，试图拦截黑鸟，可每一次的结果都是一样，导弹刚刚升空，飞行员就顺手一推油门，速度飙到3倍音速，整个飞机像是从雷达屏幕上瞬移消失。到最后，苏联人只能咬牙切齿，盯着一堆胶片，承认自己就是抓不住。然后是越南，北越在地面架起了成片的 S-75导弹阵地，
专门等着美军飞机闯进来。可当黑鸟飞到头顶，北越导弹一齐升空，飞行员连招都不用变，只是淡定地说一句加力，油门推到底，导弹就在身后越追越慢。飞行员后来调侃，在黑鸟里，防空导弹只是提醒你该回家吃饭了。中东战场，黑鸟同样是幕后英雄。冷战的中东是美苏代理人交锋的前线，以色列的安全时时刻刻要依赖美国情报。黑鸟飞到阿拉伯上空，把苏联提供的导弹阵地、坦克集结，甚至空军基地的动向拍得清清楚楚。很多时候，黑鸟带回来的照片就是以色列空军制胜的底牌。战果呢 ？SR-71一共执行过3500多次任务，穿越苏联、越南、中东，但直到退役，没有一架被记录。世界上所有想拦它的人都以失败告终。飞行员的视角更震撼。有人说，黑鸟驾驶舱里唯一防御手段就是推油门，遇到威胁不要盘旋，不要规避，直接加速，所有敌人自然就掉到后面。他们的视野里，地平线不是一条直线，而是弯曲的湖面，这是只有宇航员和黑鸟飞行员才能看到的景象。而肚子里的相机也毫不含糊，拍下的胶片能清晰分辨机场跑道上新刷的标线，甚至能看出厂房的影子。对情报官来说，这些不是照片，而是可以直接下结论的证据。在冷战几十年的天空里，黑鸟就像一只幽灵，它来过，敌人知道，但是无能为力。当然，神话都有代价。SR-71的单价是3400万美元，在上世纪60年代，这是天价。而它的飞行成本更吓人，每小时差不多要烧掉20万美元。飞一次任务就像在天空燃烧一栋别墅。它也有弱点，起飞和降落阶段最脆弱，速度没起来，防御全靠地勤祈祷，油箱永远加不满，必须依赖 KC-135空中加油机才能执行远程任务。它能快，但不够灵活，除了侦察几乎干不了别的。进入1990年代，卫星和无人机开始崛起，卫星能全天候覆盖全球，不会疲劳，无人机更便宜，掉一架也不心疼。相比之下，黑鸟太贵，也不太合时宜。1998年SR-71正式退役，军方的理由很冷静，不是它不强，而是我们再也付不起这个代价。冷战的天空从此少了一道漆黑的影子。黑鸟退场，但它的遗产直到今天仍在影响天空。技术上，它把钛合金工艺推到了工业极限，它的高速气动布局成了后来高超音速飞行器的教材。它的 J58 发动机把喷气、冲压一体化的思路写进了教科书。战略上，它让苏联明白了一个逻辑：速度可以当防御，但速度也有极限。黑鸟的无敌靠快，可随着导弹性能提升，速度优势迟早会消失。于是美国人转向了隐身，用消失来代替快跑。黑鸟其实是隐身时代的开场白，文化上它是冷战的象征。今天无论你去华盛顿的航空航天博物馆，还是洛杉矶的航空展厅，看见那架漆黑的庞然大物，还是会忍不住抬头屏住呼吸。哪怕它静静停在那里，依旧像随时要掠过夜空。有些飞机不只是机器，而是一个时代的投影。SR-71就是这样的存在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如果你是冷战时期的美国将军，你会怎么选？是继续为这种速度无敌但烧钱如流水的黑鸟砸钱，还是押宝更便宜、更全天候的卫星和无人机？下集我们要讲一架跨越70年的巨兽 B-52战略轰炸机。从冷战到今天，它依然在天上飞，甚至计划继续飞到本世纪中叶。我是 Rain，我们下期见。